你是否曾经花了整整3天去雕琢大鼓小鼓的 EQ， 把它做得惊天动地，但对人声呢就没有花很多时间？我跟你保证，绝对不会有听众跑来夸奖你的鼓组有多极品，他们只会抱怨我听不清楚歌声，也听不清楚歌词。因为人声占了整个混音的 80%， 这才是一般听众真正关心的东西。今天我要透过极轨标准的人声素材，示范如何使用经典的1176 compressor 与精准的 EQ 雕塑，让人声瞬间贴耳，直达唱片的质感。我们选择从人声表现较丰富的桥段开始示范。发出瑟瑟发抖的激切，流音体着灯笼，寻找极深处的离别。处理人声的第一步，要先切掉不必要的低频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直接进入 compressor。先清干净低频，可以避免多余的低频能量去干扰 compressor 的运作。接下来我们要挂上这台人声魔法 Universal Audio 1176类比模拟 compressor。参数设定其实蛮简单的，先提醒一个重点：1176的 attack 和 release 旋钮是反向的，数字越大速度越快，所以 attack 我设定在3中等， release 转到7最快。注意看，我完全没有碰这台 compressor 的 input 和 output 的旋钮。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因为1176没有 threshold， 它的压缩量完全是由进来的讯号决定。这就是呼应到我们第一集所讲的 gain staging。前置，如果你已经把讯号的 level 摆在负10 dB 附近，所有的讯号进来1176就刚好落在 plugin 预期的 level 范围内，不需要再靠 input output 去补偿。这个时候自然对人声产生大约4到5 dB 的压缩量，当然这个数字会随着演唱的强弱上下浮动，这就是1176帮我们的动态修正的证明。的莲花抱着天上的傍晚明月，眼里的蛙鸣传来了望穿秋水的胆怯，梧桐挥舞手臂，发出瑟瑟发抖的激切，流音提着灯笼，寻找极深处的离别。处理完主唱轨的压缩，接着可以把刚刚的 compressor 设定复制在叠录轨，接着帮主唱注入更多能量。我会在主唱轨上提升一些中高频和极高频，带出一些歌声的冲劲。莲花抱着天上的傍晚明月，眼里的蛙鸣传来了望穿秋水的胆怯，梧桐挥舞手臂，发出瑟瑟发抖的激切，流音提着灯笼，寻找极深处的离别。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 EQ 的提升原封不动的复制到叠录轨上面，因为两轨唱的是完全相同的段落，如果做一样的提升，频率会开始在特定的中频叠加，就是所谓的 nasally build up。我们可以试着用 narrow Q 进行扫频，听到大概在800赫兹附近有一股鼻音 hunky 的共鸣。我们在这砍掉一些，接着稍微低一点的中低频，我们也收出一些混浊感。Muddy 的频率大概350，同样也动刀拿掉。流音提着灯笼，寻找极深处的离别。水池旁的莲花抱着天上的傍晚明月，眼里的蛙鸣传来了望穿秋水的胆怯，梧桐挥舞手臂，发出瑟瑟发抖的激切。清除掉这些堆叠以后，两轨的人声瞬间各就各位，中频的空间也就完全释放出来了。水池旁的莲花抱着天上的傍晚明月，眼里的蛙鸣传来了望穿秋水的胆怯，
梧桐挥舞手臂，发出瑟瑟发抖的机械。流萤提着灯笼，寻找寄生虫的离别。水池旁的莲花，抱着天上的傍晚明月。夜里的蛙鸣传来了望穿秋水的感觉。梧桐挥舞手臂，发出瑟瑟发抖的季节。流萤提着灯笼，寻找寄生虫的离别。听听看，当人声状态对了，整个混音是不是瞬间好听太多？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要做好静态混音 （static mix）， 这点非常重要。因为当你的音量平衡与 fader 一开始设定确实，在拉近 vocal 的时候，你几乎完全不需要再动 fader， 只需要透过少许的 EQ 修剪与压缩，就能逼近完工的终点线。总结今天的重点，先 low cut 再压缩，确保 compressor 正常运作。176的设定 attack 3 release 7，并保持负10 dB 的 headroom。跌入轨要进行中频的避让，切除800赫兹的鼻音与中低频的混浊感。下次混音的时候，你可以试试这种做法，让人声稳稳坐在混音的最上层。如果这集混音教学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樊彻，我们下集见。